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加油，加油，用力！不好，产妇大出血，家属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出血点止不住了。开快点儿！爸，我生了一个女孩，对不起。不，你生的儿子。你把孩子给我，给我！婉琪啊，咱们张家已经破产了，你爸快给那些逼债的人给逼死了。你老公唐青山给我们承诺，只要你生了唐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就立马给我们张家还清债务。唉，没想到你生了个丫头片子，这娃呀绝对不能留。隔壁那个产妇难产死了，趁她老公还没来的时候，把她家的男娃给换过来，这样咱们张家就有救了。我不同意爸，我的女儿要在我的身边长大。婉晴啊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张家被灭门吗？啊！爸，你这是要了我的命啊！爸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爸！婉琴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来，起来。我孩子呢？孩子在哪儿？让我看一眼呐。孩子在这儿，孩子在这儿。刚刚护士啊带去洗澡去了。男孩女孩啊？那男孩。哎，你看，带把的。是男孩。是。太好了，这下唐氏集团有继承人了。对了，就叫他唐哲宇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走啊！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你放心，我王富贵在此发誓，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女儿抚养长大。老婆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走！我的孩子，女儿，你放心，妈妈将来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感谢上天，终于找到我的女儿了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我的女儿带回唐家，弥补这些年的亏欠。爸，哎，干妈，嘿，到底是哪家公司欠你工钱啊？要不我陪你一起去要吧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别管。爸今天呢，说什么都要把工钱讨回来，给我女儿做嫁妆。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咱农民工的女儿也能够风风光光的出嫁。谢谢爸。哲宇来了，爸走了。哲宇，今天回去见我爸，紧张吗？当然紧张了，都跟你在一起2年了，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你家里的情况。今天突然让我回家见你爸，匆匆忙忙的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好。我爸把什么都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干妈，你看，那个是哲宇吗？他身边的女孩是谁啊？不会是？不会，一定不会的。婚姻大事啊，
由不得他。他们好像往唐家别墅去了。想进我家的门，妄想！小珍啊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唐氏集团未来女主人的位置啊，是留给你的。别的女人休想进我们唐家的门。我的女儿，我一定要让你嫁给哲宇，名正言顺回到唐家，留在我的身边。赶紧把车准备好，我要去见哲宇和他女朋友。是是。唐总，唐总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别动，别动，后退，别动，你别乱来。唐青山，帮我写案钱。唐总得罪了，我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。别冲动，有什么事咱们都可以商量。刚刚完工的京都大悦城这个项目，说好的，项目完工后的1个月内就会把工钱一次性的给我们结清。可是1年时间过去了，为什么到现在1分钱都没有给我们？胡说八道！京都大悦城这个项目的工钱，我早就让马会计给你们结清了。拖欠工人工资的这种事儿，我们唐氏集团绝对不可能做。骗子！我不会相信你。今天我必须拿到我的工钱。我已经得了癌症了，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。我女儿是我唯一的牵挂。今天我要是讨不回我女儿的嫁妆，你跟我一起去死！我答应你，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这个还是冷静，冷静点。别动！骗子！骗子！别冲动！我跟我一起去死吧！这是你家？之前怕你被吓坏了，其实呢，我早就想告诉你，我是唐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你是唐氏集团的继承人？对啊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们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今天就这么突然来到你家，你家里人会讨厌我的。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是我，又不是他们。你就是我认定的唐家媳妇儿。胡说！小珍才是我唐家的媳妇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阿姨，谁准你这么叫我的？一门心思勾引我儿子，想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哼，你这声阿姨呀，我可受不起。妈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晏殊，收你回来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你呢，你是被猪油蒙了心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都敢往家里带，像什么样子？她呀，根本就是图我们唐家钱财的拜金女。阿姨，我不是拜金女，虽然我家境清寒，但我和哲宇是真心相爱的。更何况在今天之前，我也不知道哲宇的身份。哼，你说你不知道？哼，只有我这傻儿子才信。如果今天你有点骨气的话，滚出我唐家。哼，我呀还能高看你几眼。否则，你就是贪图钱财舍不得走。妈，您现在要为了这个宋小珍跟晏殊走是吗？哎呀，一个呀是我知根知底的小珍，哼，一个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野丫头。哎呀，他们两个是云泥之别，别怪妈棒打鸳鸯啊！我们唐家在京都的位置，你是清楚的。不要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大妈说的没错，只有我才配嫁给哲宇。像你这种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丫头，有什么资格和我比？他当然没有办法跟你比了。这些年，虽然我不能光明正大的将小珍接到我身边抚养，但我明里暗里的栽培她，让她来做唐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。我亏欠了女儿这么多年，
终有机会弥补的，绝不能因为一个野丫头付之东流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知趣点儿，赶紧走。阿姨，虽然我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但是我对哲宇的感情不会输给任何人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野丫头啊，就是野丫头，有人生没人教。你们两个的事情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。妈，你不同意就不同意，你干嘛打人呢你？哼，像他这种没有地位、没有身份的人就该打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整天就想着靠男人上位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跟我儿子分手。你给我发誓，永远不会踏进我唐家半步，否则的话，我会动用唐家在京都的势力，让你没有容身之地。我可以走，但是我要说清楚，我和唐哲宇在一起，从来都不是为了钱。还说不是因为钱呢？那这什么？啊！哼，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包里？你装什么呢？这是维多利亚皇冠，价值10个亿。你混进唐家来，不就是为了偷东西的吗？你胡说！我没偷过唐家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怎么会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包里呢？哲玉阁，一个手脚不干净的拜金女，也值得你领进唐家的大门呢？小偷就是小偷，还敢不承认？你的脸比城墙还厚啊！没做过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认的。这是厚颜无耻的小偷！我现在告诉你，跪下来给我道歉，滚出唐家，否则我就把你送进监狱，让你永无出头之日。是你偷偷放进我的包里的，是你栽赃陷害我，你栽赃陷害我！哎，妈，你肯定是误会晏殊了，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这是栽赃，就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你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侮辱我吗？妈，家里不是有监控吗？你把监控调出来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还敢护着这个小妖精？你现在所要娶的，只有是小珍。是啊，哲宇哥，你不帮着我，你还不帮着干妈吗？干妈说的话你都不听了。你不让我查监控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监控在哪？我自己去查。这里是唐家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什么？我爸进医院了，我马上就来。谢叔，唐泽宇，我们分手吧。谢叔，谢叔，站住！妈，喂，什么？唐总被人下毒了？在哪家医院？我爸住院了，怎么回事？下毒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快去医院！爸，青山，青山，你怎么样了？青山，青山，干妈，毒害唐伯父的人已经找到了，他叫王富贵，是个农民工。不会是晏殊的父亲吧？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。王富贵，你放心，我王富贵在此发誓，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女儿抚养长大。老婆。妈，那不就是王富贵吗？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需要工钱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，爸？爸，晏殊，你跟你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贱，你爸也贱，就是你爸现在的农民工毒害了我老公。什么？哲宇，就是这个贱丫头，他爸为了那点工钱，给你爸灌了毒药，饶过你爸同归于尽。他爸就是杀人犯，她就是那个杀人犯的女儿。不可能，我爸不可能是杀人凶手，不可能！还敢提你爸？农民工，贱命一条。但是我不会让他死的那么容易，他这是谋杀。我要让他这辈子坐牢，赎罪。凭什么让我爸坐牢？明明是你们唐氏集团拖欠我爸的工资，
扣下他累死累活的血汗钱，坐牢也应该是你们。妈，爸妈，我来。燕叔，我们唐氏集团从创立之初到现在，从来就没有苛待过员工，更别提苛待员工的血汗钱了。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爸爸害了哲宇的爸爸，你还有脸待在我们唐家？哲宇，你现在还要娶这个女人吗？我有了这层仇恨，哲宇势必不会和这个小丫头在一起。我的小珍嫁入唐家，回到我的身边，再也没有阻碍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如果不是你们唐氏集团拖欠我爸爸的工资，我爸爸那么老实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？我要去曝光你们！哲宇，拉住他！哲宇，你不能看着你爸一手创办的唐氏集团被这个疯女人把名誉给毁了吧？燕叔，你先别激动，咱们可以好好聊聊，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。能有什么误会？你们仗势压人，逼得我爸走投无路，玉石俱焚。无论是你还是你爸，图的不就是钱吗？好啊，那我呀，就把钱给你。这些不仅够你爸的工钱，也是你爸的买命钱。你仗势欺人！我要曝光你们，我要让你们下地狱！站住！你敢胡乱说话，我就用谋杀罪起诉你爸，让你们父女生离，这辈子都别想见面。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张婉琴发誓，一定要让你们父女万劫不复。唐氏集团弄死一个农民工，就跟弄死地上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现在下跪道歉，我们呢，或许还可以留你们一条狗命。我只是个农民工，如果能和唐氏集团对抗，我绝不能让你坐牢。我求你们放过我吧！跪下，道歉认错。求你放过我吧！求你们放过我吧！这就是你的诚意吗？跪在这里轻飘飘的磕个头认个错，就想让我原谅你爸的牢狱之灾？是你说的，只要我跪下道歉，你就放过我爸爸。你们父女俩，一个想害我老公，一个想蛊惑我儿子，对我们唐家痴心妄想，还想嫁进我们唐家。怎么天底下的好事儿都让你一个人占了？就是，跪下道歉又怎样？像你这样的下人，光是想嫁进唐家这一条，就已经是大逆不道了。对不起，是我痴心妄想，请唐夫人原谅我。对不起，请宋小姐原谅我，饶了我爸爸。我再也不会喜欢哲宇，我再也不会踏进唐家半步。燕叔，你现在倒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样子，不过，还不够。想让我放了你爸，还差得远。不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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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差得远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。行了，别打了，可以了。他爸爸害了你爸爸，他对你处心积虑，
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害了你。哲宇，如果你还认我是你妈，就给我让开，我自己来。原来我没看错，他这里也有个台阶。让我自己来。这个丫头手腕上怎么也有一个台阶？不对，也许是我看花了眼。干妈，干妈，你怎么了？这个女人的爸爸害得唐叔叔现在还躺在床上，你就打算这么放过他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我怎么会放过这个杀人凶手的女儿呢？宋小珍，你没完了是吧？你是存心要和晏殊过不去是吧？妈，到底谁才是你的孩子？你就这么纵容这个恶毒的女人在旁边煽风点火的？干妈，今天他王晏殊还没嫁进唐家呢，就把哲宇哄得这么神魂颠倒的，那以后登堂入室了，岂不是哄得哲宇娶了媳妇忘了娘？怕是你这种心机深重的女人登堂入室，才会弄得家宅不宁，鸡飞狗跳。嘿，干妈，你看她，一个下贱的农民工的女儿，也敢这么说我？我可是堂堂宋氏集团的大小姐，她又能给哲宇带来什么呢？我也是为了哲宇好啊！干妈知道啊？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对小珍指指点点？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！哼，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什么是礼貌。哼，妈，您别激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不行吗？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看啊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打烂这个狐狸精的脸。我今天偏要打你，哲宇，你，哲宇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啊？妈，这一巴掌我替晏殊挨了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你要替这个女人解释什么？你不惜通过伤害自己来威胁我，我之前是怎么教你的？如果不是日子穷得揭不开锅，我爸又怎么会去唐氏集团呢？哼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告诉你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们唐氏集团既然能做到最强最大，怎么会做克扣工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？哼，这人呢，还真是越穷越坏。这父女两个，一个想着敲诈，另一个更是不得了了，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你们的唐氏集团是什么样啊？是你们吸血的血帮吗？行得正，坐得直。我和我爸从来没有想过要敲诈唐氏集团。哎呀，这一张嘴啊，倒是巧舌如簧，牙尖嘴利。小门小户的丫头啊，就是上不了台面。哼，你纠缠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今天就算是说破了天，我爸的工钱也没有真真切切的发到他的手上。你胡说！我有人证，我有人证。哎，夫人好，少爷好，宋小姐你好。这就是我的证人，这就是你的人证。虽然比你那穷酸的爸爸好上一些，也不过就是一个下贱的泥腿子，能证明什么呢？你就是集团的马会计。是。富贵叔这部分外包农民工的薪水发放是你负责的。王富贵你认识吗？认识，这不就是我们唐氏集团外包工程的工人吗？认识。他说他没有收到工钱，是这样吗？马哥，您别怕，尽管实话实说。咱们工人的工钱，唐氏集团迟迟没有发放。您是负责人，今天就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我们唐氏集团从来就不做克扣工人工资这种事情。唐氏集团把尾款打给你们了，这个丫头就是拉你出来做伪证的，由我们唐氏集团给你撑腰。你今天就给我1、5、1、10的把事情说清楚。马哥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你尽管实话实说。今天我们就要给工人们讨个公道。马文才，唐氏集团的尾款你收到了吗？这个是尾款。我收到了，唐氏集团的尾款，我是真真切切的收到了。马文才，
你不是说你没有收到唐氏集团的钱，所以才发不出工资吗？我这夫人冤枉啊！不是我马文才就是有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说假话呀。他们工人的工资我是发过了的呀。听到了吗？他说工人的工资已经结过了。夫人明鉴，夫人，我马文才可一直都是按规矩办事的。他们工人的工资是工程结束之后我立马就发的呀。马文才，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？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发的工资。哼，你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人证是你找来的，你现在还在这里跟我胡搅蛮缠吗？你胡说八道，他撒谎！我没有胡说八道呀，夫人，这个王富贵呀，平日里就总是偷奸耍滑的，只是我没想到，他居然这么贪心呀！就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钱，他居然闹到唐氏集团去闹唐总，这马文才，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，你怎么可以临阵倒戈，帮着剥削我们的唐氏集团做伪证呢？你闭嘴！你个傻丫头片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这个钱我是发过了的，是他自己贪心啊！哼，干妈，这唐伯父也太可怜了，这平白无故被喂了一整瓶毒药呢。不是的，你闭嘴！我不想听你胡搅蛮缠。你这个杀人犯的女儿，我今天就让你尝一尝被灌药的滋味。不要，不要，喝！我要让你尝尝这东西流到胃里的滋味。不要！马文才，他说谎，我爸爸根本没有拿到工资。还在狡辩？没有。放心，这个东西啊，喝不死你的。我怎么会让这个杀人凶手的女儿死得这么容易？我要让你尝尝我们家青山受的滋味。贱人，你快把洒在地上的给我舔干净！听见了吗？地上都给我舔干净，舔干净！妈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不许插手！你要敢插手，你就不配做我唐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既然工钱已经发了，那这工钱一定在王富贵的身上。来人，给我搜！住手！我爸爸还没有醒，你们不能动他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爸他拿了我的工钱，现在分明就是他自己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才会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这儿。我看你们呀，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哼，老不死的躺下来，小的又来了。你颠倒是非，信口雌黄。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你要真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就不会让你爸一把年纪了，还到工地上面讨生活。我看呀，他分明是为了你的嫁妆钱。你和你爸是一样，都是心机深重的奸猾小人。哼，毒药喝不下是吧？那我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你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贱人，还有他这个农民工的爸，连人带床一起给我扔出医院。不要！我张婉琴眼里容不下这种奸猾小人。你颠倒黑白，爸爸他们在工地上勤勤恳恳的干活，工程早就结束了，却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看到。马文才，你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话呢？你个贱女人乱说什么啊？分明是他王富贵一个人心术不正，怎么，你想同他一起，在我们唐氏集团占便宜啊？当初是你说唐氏集团的款没有打下来，要我们一等再等的。夫人，我冤枉呀！我马文才可是以老实本分出名的，我怎么可能说谎话呢？分明就是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伙同他们一起想从唐氏集团敲诈，所以啊，这才不择手段的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干妈，我觉得有这个可能，就冲这个贱女人处心积虑的接近哲宇，他们父女就没有一个是死的。唉，可怜的哲宇啊，还被他们蒙在鼓里，耍得团团转呢。我相信晏叔，
肯定是这个马文才在说谎。但是马对晏殊有偏见，必须拿出证据才能为晏殊证明。马文才，我再问你一次，给工人们的工资，你真的拿我们唐氏集团的钱给了吗？我真的给了呀，少爷。就是这个小丫头，她伙同王富贵，想要从唐氏集团敲诈呀。是吗？是啊。你能拿什么来证明呢？我发誓，我用我从业30年的职业生涯和人格发誓，唐氏集团发的钱我真的全部给了呀，我没有贪污一个子啊。如果没发，我愿意承受任何的惩罚。铁证如山，还跟这个女人废什么话？铁证如山，没有必要跟这个女人再浪费时间了。啊，您先别急，这事儿其实很简单。他们两个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，咱们只需要调查出谁在说谎就行了。还调查什么呢？哲宇，肯定是这个贱女人在说谎呀。马会计在行业内也还算挺有名的，做事嘛也挺踏实的。他都拿出自己的职业生涯来为自己发声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是啊，夫人，少爷，我没说谎呀。马文才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你嘴真硬。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农民工的工资，怎么一笔一笔全到你的私账上了？什么？少爷，少爷，我错了，少爷，不是我错了，我也是有苦衷的呀。我欠了一屁股的赌债，我浑身上下掏空了也没多少，我这才打上了工人们的主意。我是被猪妖蒙了邪。少爷，少爷，错了，少爷。马文才，你欺上瞒下，贪污工人的血汗钱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，还有你那个该死的爹，我贪污的事儿会被发现吗？啊！我弄死你！你良心被狗吃了！少爷，我错了，少爷，夫人饶命啊，夫人！不争气的东西！妈，这等奸人不仅毁了唐氏集团的声誉，还害了这么多农民工的家庭。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像这种奸诈小人，就没有必要再留在我们唐氏集团了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关起来。少爷夫人饶命啊！先说，马文才昧下的工资，唐氏集团明天就会派人给你们补发。出了这种事儿，是我们唐氏集团管理不到位。我代表唐氏集团向你和你的父亲道歉。我们没有撒谎，就算是事出有因，那也是因为这个贱女人的爸爸害了唐伯父。马文才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们一样也不是。老公，怎么样？快喊医生来看看！医生！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唐总他因为喝的毒药剂量太大，药效凶猛，现在生命垂危。我们立刻展开抢救，希望家属要有个心理准备。生命垂危？怎么会是这样？都是这个农民工害的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替我们青山陪葬！给我们青山陪葬！你别动我爸，他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王富贵行不行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他有害人之心，他怎么会躺在这里？我老公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凭什么让我老公给你这个女人去陪葬？妈，你冷静点，事情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晏殊他爸也是受害者。哲宇，你糊涂呀！说到底都怪那个农民工，就算他被逼上了绝路，他也不能害人呀！他这是恶意淘气，蓄意谋杀啊！你给我让开！你这个逆子，你爸病危了，你竟然还敢维护这对父女！对呀，哲宇，你现在已经被这个女人迷了心智了，连亲人都不顾了吗？唐伯父如果知道了，他该多心寒呀！松子，别在这挑拨离间。阿姨，是我爸害了唐总没错，但是现在他还人事不省，你要是心里有气的话，尽管冲我来撒，父债子还。
好一个负债自还啊！好，那我现在就让他还。不可以！妈，追究责任的事咱们以后再说，你得分得清孰轻孰重啊！爸都快不行了，立刻调动所有医院资源，全力抢救我爸！哲宇，你爸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妈，爸会没事的。好，唐总，您可千万不能有事，我爸是无意伤害你的，希望你能渡过难关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恳求您的原谅。暂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只是什么？唐总失血过多，需要立刻找到匹配血型进行输血。但是医院血库不足，我们去血库看看，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唐总。谢谢医生。小珍，血库如果不够，你去输血。啊？妈，你糊涂呀！要输血也是输我的呀！啊！哲宇，不行，你不能输血。怎么了，妈？我作为儿子给我爸输血，天经地义啊！你从小身体就弱，这要是给你爸输了血，这保不齐你会大病一场，这到时候可怎么办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从小身子硬朗，何来身子骨弱一说呀？您不能在这个时候犯糊涂呀！是命关天，更何况躺在床上的是我爸，区区一点血算不了什么。不，我不能让哲宇给青山输血，这样的话不仅救不了青山，连哲宇根本不是青山亲生孩子的事情也会暴露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哲宇，听妈的，你不要去，你让妈再想想。妈，拖不得了，这万一血库真的没血，就只能靠我了。我不知道您今天是怎么了，我管不了这么多了。爸现在需要我，我现在就去抽血室。哲宇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哲宇，小珍，一会儿血库的血不足，你去输血。我？干妈，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呢？其实，你不应该叫我干妈。什么？干妈，你不是认我为干女儿了吗？我是不是做错什么惹您生气了？小珍，其实哲宇并非我的亲生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妈呀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当年我在天使医院生下你，那是因为你是个女孩，不能继承唐氏集团的原因，不得已才将你和隔壁床的男孩，也就是哲宇兑换，让你在外面流浪了这么多年。小珍啊，你才是我和青山的女儿啊！所以这么多年，您处处帮扶我，保护我，是因为我是您的女儿？其实，当年的事情，我也有苦衷，但是，妈妈还是对不起你。妈妈想补偿你，所以让你嫁进唐家，名正言顺的回到妈妈的身边，妈妈才能够好好的补偿你。那您如何确定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呢？这个胎记很特别，你一出生就伴随着你，在这个世上没有第二个。胎记？我这根本不是胎记啊！妈妈，怪不得他对我这么好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我根本不是他女儿啊！
我这不是天生的胎记，而是一道伤疤。我嫌它丑，为了遮盖才纹上去的。而且我也不是在天使医院出生的，而是在友谊医院出生的。妈，我说如果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你还会让我嫁给哲宇吗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怎么不会是我的亲生女儿呢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哲宇的妻子必须是你。妈呀，要好好补偿这些年你吃的苦。如果他知道自己找错了人，我一定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，我要风风光光的嫁给哲宇，入住唐家。原来您才是我母亲，是我亲妈，能做您女儿，是我这辈子的福气。好孩子，这次只有你能帮忙，小珍，你一定要帮帮忙。妈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，女儿一定给您办到。好孩子，你是我亲生女儿这件事情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也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唐氏集团由哲宇来做继承人，这件事情必须得保密。妈，我明白。哲宇啊，他不是秦山的亲生孩子，他不能给秦山输血啊。妈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小珍，你是我和秦山的亲生女儿啊，你给秦山输血啊？可是哲宇已经过去输血了，我再过去输血，这不会被人怀疑吗？没办法了，你现在只能找机会用你的血包替换掉哲宇的血包。你一定要救你爸呀！可是，女儿，没什么可是的。本来你的身份，我想等你嫁入唐家之后再告诉你。可是，你爸危在旦夕，需要你的血，你马上去救他，那可是你爸呀！怎么办？我的血也不可能和唐金山的匹配。可是如果被他知道了我不是他女儿，那我就不能嫁去唐家，失去一切的荣华富贵。你是不是不愿意给你爸输血啊？不是的，我只是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。既然我是妈的女儿，那我肯定会救爸的，输点血又算什么呢？好孩子，快去用你的血换掉哲宇的血，快去！秦山，你要挺住啊！医生，我是患者唐青山的儿子，抽我的血吧。这肯定是不行的，直系亲属之间不能抽血，直系亲属如果一旦抽血，会引起溶血和过敏反应，这会使唐总的病情恶化。那怎么办呀？我爸现在需要输血呀。医生，我的血能用吗？合不合适，只有验过才知道。那我现在去验血。我已找人去别的医院调相配的血型来。好。怎么办呢？非叫我输血，烦死了！这不是我们大孝女吗？没想到你除了对自己爸爸孝顺，对别人爸爸也是一样孝顺啊！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。你这还没嫁进唐家呢，就摆上这女主人的谱了，那真是痴心妄想。出生地点天使医院，这个贱人怎么和张婉晴的女儿同时同地出生？难道越看越像张婉晴？当年和唐玉哲交换的是王晏书，唐哲宇才是王富贵的儿子。把我的化验单还给我，我还得去找医生呢。等一下，哲宇怎么会喜欢你这样新鲜做态的女人？你别忘了，唐叔叔现在这样都是拜你爸所赐。我做事无愧于心。好，你是无愧于心，那你爸呢？你爸害得唐叔叔现在还躺在床上，你去问问他，无不无愧于心。那也得等我爸醒了再说。
我相信等我爸醒来，他一定会向唐总道歉的。你还给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千万不能让张婉晴看到王彦书的病历单。干妈，那个，我刚刚就说了他2句，没想到他就要打我。哼，如此胆大！你平时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实则在背地里偷偷欺负小珍啊！我没有，我只想找回我的化验单。我想给医生看看，能不能给唐总输血，也算是尽自己的一份力。哦，你要给我老公输血？干妈，你别听他瞎说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就是想在您面前讨个巧，卖个乖，以后好嫁入唐家。这样的化验单就没必要看了吧？指不定他身上有什么脏病呢。竟然和哲宇是同一天出生，如此的巧合，你都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就凭你身上流着下贱的血，也配给我老公输？生命哪里分什么高低贵贱，我只想尽自己的一份力罢了。哼，惺惺作态！若你有如此大的气度，你那个无理蛮横的农民工老爸，怎么会对我老公下如此毒手呢？啊！小珍，我们走。小珍，妈交给你的事情办了吗？妈，您放心，您交代的事情我一定办好，我一会儿就去输血。那就好。那个臭丫头，她也配给青山输血？你才是我和青山的孩子，自然由你来输了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妈答应你。以后啊，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呢，去病房了，你快去。只有王彦书的血才能救唐青山，怎么办呀？王彦书不是想给唐青山输血吗？我就成全他。然后把王彦书的血包说成我的血包，给唐青山输入我是唐青山女儿的身份，就坐实了。马文才，马文才，你就这么打算放过王彦书那个女人？这王彦书那个贱人啊！他害老子失去了一切，我马文才就是这辈子做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他不过就是凭着唐少那个人给他撑腰，他才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的。要不然就凭他一个农民工，他凭啥？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说得好，我呢可以帮你出这口恶气，不过呀，你得配合我。好。一会儿王彦书到了，你只输他一个人的血就够了。放心。医生，我的化验单被撕碎了，还能救唐总吗？没事，你的那个化验单我看过啊，你的血型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坐好。你先把自己名字写一下啊。王彦书，就用你的血包代替我的血包救你爸爸。按5分钟啊。好。谢谢医生。没事，去吧。
生，你快去病房看着唐总输血啊！什么输血？我给唐总输了1包血。你给唐总输血？我还没检查你的血型跟唐总是不是匹配呢。抽血的那个医生说他看过我的化验单，是可以的。哦，行，那走吧，去看看唐总。医生，你看，现在输的就是我的血包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，医生？唐总出现过敏反应，只有直系亲属之间输血才会有过敏反应。什么？怎么输的是王一书的血包？不应该输的是小珍的血包吗？小珍，你不是去输血了吗？这胳膊上怎么没有针眼儿？哦，难道王艳书才是我和青山的女儿？这个血包的标签是我搞错了啊。它不是王小姐的，是小唐总的啊。什么？小唐总怎么会输血呢？我亲口告诉过他，直系亲属之间是不能输血的。小唐总可能是一时心急，搞混了啊。我从别的医院给我爸调来了血型相同的血包，赶紧给我爸输血。小唐总，不是我说你，直系亲属之间不能。行了，少废话，赶紧输血。再有什么情况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我想起来了，哲宇没有输血，所以这个血包不可能是哲宇的。能和青山是亲属关系的，只能是小珍。这个血包是小珍的。小珍，这怎么回事？妈，那个写着王艳书名字的血包就是我的。医生说我这血管太细，只好在别的地方抽，所以我的手上才没有针孔。小珍啊，还是你办事稳妥。妈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以后啊，妈会好好补偿你的。虽然已经成功输了血，但我还有件事不得不告诉各位家属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虽然已经度过了生命危险，但是毒药的剂量不小，已经伤到了神经。究竟什么时候会醒过来，还是个未知数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唐总少则几天，还有可能永远不会醒过来。干嘛？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您的意思是成了植物人吗？青山，青山，青山，你醒醒啊！青山，你醒醒！你怎么会变成植物人啊？哭，你有什么好哭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话？要我说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你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比你好千倍万倍吧。行了，跟这个丫头片子浪费什么口舌？好了，我们收拾行李回家吧。干妈，我有说错什么吗？如果不是他死乞白赖的往哲宇身上扑，他爸会为了那点彩礼大闹唐氏集团，还害惨了唐叔叔吗？事已至此，说这么多还有用吗？我累了，回家吧。那可不成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再怎么说，他爸可是害人的凶手，父债女偿，天经地义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只要能弥补你们的话，我一定去做。就凭你，能弥补我们什么？少在
这里说大话了。我们唐家不缺钱。干妈，既然他有心想弥补，不如我们就给他个机会。哦，小珍，你想怎么做？像他这样的人，天生的下贱命，不如我们就把他留在唐家，好让他做个最卑贱的佣人。为他那个父亲赎罪，也是为了让他看清他和唐家的差距到底在哪里，让他不要再纠缠这玉。既然小珍都这么说了，王彦叔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怎么，你又想反悔了？刚刚大言不惭说要为你父亲赎罪的是你，现在犹犹豫豫想要反悔的人也是你，你到底有几个面孔？我同意，我会去唐家替我爸爸赎罪。你做得很好，这是我们说好的200万，这一下你可以把唐氏集团的钱还上，也不用吃官司。恭喜宋小姐如愿以偿，成功留在唐家啊！这不还多亏了你的帮忙？这200万嘛，就当我们的见面礼了。等我以后成为唐家的女主人，亏待不了你。能为宋小姐您效力啊，那是我的荣幸。以后呀，您有任何的要求，尽管来找我啊。只不过什么？您明明知道王彦书的身份，还是让他留在唐家，您就不怕唐家人知道了以后，您……就算他不在唐家，他和哲宇的关系一时间也断不了。夜长梦多，倒不如把他留在身边，还好圆面一些。宋小姐手段真是高明呀！啊，这唐氏集团女主人的位置，非你莫属。来，唐夫人。王彦书还想跟我争，真是痴心妄想。落到了我手里，看我怎么好好折磨你。喂，看什么呢？说你呢。过来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让他过来给我念经。这丫头刚来，笨手笨脚的，哪会这个？您金尊玉贵的，把您弄疼了怎么办？就是，您可是咱们夫人钦点的唐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，夫人宝贝您可宝贝的跟眼珠子似的，对您可比对少爷还好。就她这么个下贱丫头，怎么也配给您捏？我确实不会按摩。怎么回事啊？都围在这里啊，干什么？干妈，您坐。干妈，您既然让我来唐家住几天，那我也算半个主人了。我这个主人啊，连王爷说那个下人都使唤不动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小珍让你给他捏一捏，你还不赶快点？哎呦，干妈，他都给我捏疼了！走开，看见你我就心烦。小珍这细皮嫩肉的，你知道自己毛手毛脚的，还不给你捏疼了呀？我都没有碰到他，又怎么可能按疼他呢？你要是实在讨厌我，我大可以躲得远远的，你又何必处心积虑的为难我？你，蠢货！你一个下人敢教训小姐，你想上天啊你！我看有的人就是看不清自己的身份，怎么你还以为自己是少爷的女朋友呢？能配得上我们家少爷的，只有宋小姐，又得夫人喜欢，又是宋家大小姐，和少爷门当户对，就你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你们都只是来唐家打工而已，又何必自轻自贱、妄自菲薄呢？呸！假清高。行了，我这个人嘛，一向心善，既然不会捏肩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啊，既然不会捏肩，那就找点别的事情来伺候我吧。
拿过来吧。这个呀是今年新上的核桃，万金难求。干妈，您一定要多尝一些，我让这个死丫头给您包。还是小珍最体贴了。好，让她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宋小姐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这个就不要了吧，我喜欢手包的核桃，用手包吧。宋小姐，用手包和用工具包的核桃是没有区别的。干妈，我知道我在唐家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可是他也不能仗着哲宇哥哥喜欢的就总顶撞我吧。好，你来唐家不就是来替你父亲赎罪的吗？这个赎罪的机会啊，小珍一直处处给你留心着。这个用工具包核桃谁不会呀？用工具辅助，怎么能代表你赎罪的心情？这个核桃太硬，我包不了。哼，装不下去了吧？你之前是怎么说的？来弥补唐家，替你父亲赎罪。怎么，现在让你包个核桃都不愿意了？什么妖呢？我好像有些喘不上气儿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干妈，不用搭理他。他这样的人啊，我见多了，不过就是想偷懒罢了。你装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点伎俩对我们可没用。我干妈让你剥核桃，那是抬举你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你若是想要哲宇高看你一眼，你就不应该这样，处处与我为难。你干妈，我不过就是想吃点核桃，也孝敬孝敬你。才让他剥的，他才剥了没几个，就装出这副死样子。我想我欺负他似的。装？哲宇啊，也不知道看上这贱女人什么了，捂着胸口啊，当自己是西施呢啊！哲宇就是对你新鲜一阵子，等过些日子啊，他知道了小珍的好，哼，他会把你扫地出门的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我有些喘不过气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叫个救护车？干妈，你不必理他，剥个核桃就让他呼吸困难，谁信啊？他以为是什么？他是玻璃做的吗？一碰就碎。你还作个没完了？你这种心机深重的女人，娶回到家里，那不把唐家闹得鸡犬不宁啊！阿姨，我真的好难受，我求你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阿姨？哲宇承认你是他女儿，我可不承认。你看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干妈，您消消气，来吃点核桃。还是小珍孝顺，知道我喜欢吃这个，特意弄回来了这稀罕的品种。小珍，我真心把你当亲生女儿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张家很多人都对核桃过敏，兴许是遗传吧。奇怪了，还有人对核桃过敏，还真是罕见呢。也许啊，是我运气好，没有被遗传。幸好小珍你也不过敏。那是干妈的福气啊，分我了一些。奇怪，这小贱蹄子怎么倒地上了？想偷懒也不必如此吧？装的吧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
我们也没怎么着他，他怎么就晕倒了？干妈，您不必在意，您不在的时候他经常这样，我都使唤不动他呢。装，你还在这装，非要装到哲宇回来跟我兴师问罪吗？死丫头，你还没完了，还敢跟我摆出这副死样子！快，把他给我架起来！你们看，他脖子上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过敏的症状，莫非他对核桃过敏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他也对核桃过敏。喂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他没呼吸了。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们是想杀了他吗？不是的，哲宇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我只是想让他剥核桃而已，谁知道他这么娇弱呢？只是剥核桃？只是剥核桃，需要他徒手来剥吗？不是的，哲宇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有想过让他。我看到的事实就是分青红皂白的刁难他，凌辱他。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啊！哲宇，宋小姐，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又找我了。唐青山现在躺在医院里，哲宇接受了唐氏集团，最近又因为京都地皮拍卖的事情焦头烂额。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能帮上他什么忙，他一定会有另眼相看的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京都地皮的小道消息吧，你可算是找对人了。我马文才呢，就是在工地上讨生活的。那你快告诉我呀！这里是100万，事成之后再给你100万。这些消息我最是灵通了。出去。哲宇，你还在生气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虽然你现在住在我唐家，我妈也认了你当干女儿，但是毕竟男女有别，没事不要来找我。那王艳书呢？她病了，你怎么衣不解带的陪着呀？她是我女朋友。我哪点不如她呀？她聪明、善良、可爱，而你既恶毒又愚不可及。哲宇，我会让你知道王艳书就是个废物，就她那点本事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哲宇，我知道你最近因为地皮的事情跑前跑后的，马上就要拍卖会了，我会帮你的。你能帮我什么呀？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。哲宇，怎么跟小珍说话呢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公司上的事情，他宋小珍懂什么呀？小珍再怎么说也是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从小受精英教育，她不行，难道那个臭丫头就行了？妈，好了，就按我说的做，明天你就带着小珍去参加拍卖会，我要让你看看小珍和那个臭丫头，谁呀更配站在你身边。干妈，哲宇，你们就相信我吧，明天拍卖会，我一定会让唐氏集团一本万利。妈，你说你们又帮不了什么忙，你们来这干什么呀？你答应过我的，
带小珍来出席。我告诉你，小珍现在是我唐家铁板钉钉的儿媳妇，你和她呀多一起来参加这种场合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妈，这事我可从来没答应过。况且你们把晏殊带回来干什么呀？我和小珍的包包总得有人拿吧？既然她答应了在我们唐家赎罪，怎么使唤不得了吗？晏殊刚从医院出来，身体还没痊愈呢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哼！晏殊，把包给我，我替你们拿。唐哲宇，你敢？你是上市公司的大少爷，帮一个下人拿，像什么话？这传出去，我们唐家的脸往哪放？可是，不必了，这包也不重，我拿着不碍事的。哼，还算你有点眼色。今天我带你来，就是让你看清现实。你一个没有身份、没有地位的野丫头，根本不配待在哲宇身边。走。对呀，是啊，听说今天唐夫人跟唐公子也来呢。真的。是。哎，唐夫人，唐少爷，好久不见。小唐总，唐夫人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宋家大小姐宋小珍，是我给哲宇千挑万选的媳妇儿。哎呦，原来是小嫂子啊！幸会幸会。哎，那这位是？她呀，是给我们拎包的一个下人罢了。她呀，就是给我们拎包的一个下人罢了。我说呢，穿得像个乞丐似的，还是少夫人端庄又贵气。就是小唐总啊，真是好福气。多谢抬举。实不相瞒，本来像他这样的下等人，不应该出现在这场拍卖会的。他们全家都是农民工出身，实在是得不得大雅之堂。还是干妈心疼我，所以才带他出来给我拎包的。那也就是宋小姐有这福气了，唐夫人这么重视你，以后啊，那可是满门荣耀的唐家少奶奶。宋小姐这通身的气派，这拎包的下人站在旁边，真的是煞风景。果然呀，人各有命。他这样的给少夫人拎包，算是抬举她了。唉，都怪我，想让她出来见见世面，才带她来的。谁想到她穿成这样，实在是给唐家丢人。小珍，你是一片好心，怎么会有错呢？要怪啊，就怪那个野丫头不懂规矩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非要穿成这个样子，丢人现眼。哼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我宣布，京都市地皮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。京都地皮拍卖会正式开始。走吧，唐总，走吧，起。我在这儿。哲宇，为了这次拍卖会能帮到你，我特地多方打听，又自己钻研了很久呢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拍卖的是京都的几块地皮，价高者得。现在呢，我们将拍卖的是城北淀安区的地皮，请看大屏幕，起拍价30亿。小珍啊，你既然为了哲宇跑前跑后的，哲宇啊，怎么也不会辜负你的一片心意的。今天这个拍卖会啊，由你来举牌。妈，生意上的事，他宋小珍懂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让他在这胡闹呢？小珍是个多懂事的孩子，她怎么能胡闹呢？我看呢，你就是被某些狐狸精给遮了双眼，迷得神魂颠倒了。哼，我怎么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？谢谢干妈，不过这块地皮嘛，就没有拍的必要了，无功无过的，拍下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升值空间。的确如此，
看来你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。不少人会被这块地的好地段给迷惑。实际上，城北的商业中心正在慢慢被城西分化，重心渐渐偏向城西，所以这块地今天能出现在拍卖会场上，恐怕是他最辉煌的时刻了。你一个农民工的女儿，你懂什么是生意啊？你只不过是附和小珍的观点，哼，马后炮。一个连几千块都拿不出的农民工的女儿，也想在这儿插手几十亿、几百亿的生意，真是不自量力！一个拎包的臭丫头，你们家在京都连个厕所都买不起，还敢讨论生意上的事儿？哼，真是可笑！人家宋小姐出身名门，她说的话我们都信。谁像你一个从乡下来的穷鬼，在这里说三道四？要是宋小姐说这块地好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哼！真是个学人精，不懂就把嘴给我闭上！你怎么这么好意思占小珍的便宜，抢小珍的风头？哼，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哗众取宠，唐家的脸都丢光了。那么城北的地皮由苏总的80亿拿下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，这是城西的地皮，起拍价20亿。打太清楚了，此话当真？哎呀，快呀！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。我打听到了，如果要拍地皮的话，城西这块地可了不得，要拍就得拍城西这块地。为什么？一般人呀，可没这么大能耐能打探出来。这块地呀，以后是京都的新开发区，如果拍下了这块地，那就不是翻几番的问题了。那就是以后呀，一辈子睡在前山上，一辈子都数不过来的。干妈，城西这块地，我们唐氏集团必须拍下来。小珍，你有什么想法呀？尽管说，干妈呀都支持你。这块地虽然现在的发展不好，但是会有新的政策。这块地的地段和位置也都是绝佳的。大力发展之下，我相信没几年就会成为全京都人里的香饽饽了。小珍，按你的意思，这块地可是潜力股啊。郑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话说的没错，这块地位置好，再加上有政策扶持，未来一定会一飞冲天的。我们买下它，肯定会让唐氏集团赚得盆满钵满。就算他不说，我也会拍下它。更何况爸在的时候也有拍下这块地的打算。我就说嘛，小珍就是秀外慧中，这魄力，这慧眼，简直就是青山的翻版啊！小珍，你报价吧，干妈给你撑腰。好，我出20亿。宋小姐出价20亿，还有要竞拍的吗？25亿。苏总出价25亿，还有要竞拍的吗？30亿。50亿。100亿。唐氏集团宋小姐出价100亿，看来是对这块地势在必得呀。还有要竞拍的吗？120亿。苏小姐出价120亿，还有要竞拍的吗？天哪，不行，这块地我必须拿下。150。不行，这块地不能拍。他在干嘛？干嘛呢？这块地不能拍。什么情况？不行。好的，恭喜苏总，以120亿成交城西的地皮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5分钟，5分钟以后拍卖会继续。贱人！你知不知道这块地的后续价值有多高？你这么一搅和，让唐氏集团真正损失了几百亿。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真不应该答应小珍把你带过来。你这个女人就是存心不想让我们唐家好过吧？叶叔，为什么不能拍呢？这块地明明是很好的地。哲宇，京都谁不知道城西的荒地将要被大力开发，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，想要吞下这大块肥肉，难免不会被人觊觎。唐氏集团在京都的实力早就一骑绝尘，现在正是要求稳的时候，为了城西的这块荒地冒险，实在是不妥啊！干妈，他说来说去就是在和我唱反调。我这几天忙前忙后，就是为了这块地。
现在被你这么一搅和，什么都没了。你这个农民工的女儿，对我们唐家的事情指手画脚。你以为在菜场买菜吗？就是把你现成零件卖了，也不够这次损失的零头。这块地不能卖，你们相信我。哼，不能卖，那能卖哪一块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拍下城西这块地。你跟你那个农民工老爸一样，就是不想让我们唐家好过是吧？就是不想让我们唐家好过。我是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以唐氏集团的实力拍下这块地根本不成问题。本来以为他知道点什么内情，结果只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罢了。他这种人，自己不好过，也见不得别人好过，就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不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？买下这块地会赔得血本无归的。哼，荒唐！你以为你没有钱，我们就不让你赔了吗？啊？告诉你，让我们唐家损失惨重，可不就是让你下辈子在我们唐家为奴为婢，当牛做马。不会的，这次拍卖会还有一块地，我们只要能拍下它，一定可以坐等升值，不会亏损的。谁不知道接下来的那块地是城南的那块荒地？我们不拍城西的，难道要拍那块荒地吗？干妈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买一块没有价值的荒地，然后坐等升值。你当我们是傻子呢？哼！好的，那么此时此刻，我们的拍卖会也接近尾声。接下来我们拍卖的是最后一块地，位于城南的郊区，请看大屏幕。就是这块地，今天一定要拍下它。就是这块地，今天一定要拍下它。哼，这荒地今天在这拍卖会都不一定能卖出去，谁不知道拍下它的那一刻就已经砸到手里了。这丫头啊，怕是得了失心疯，竟把荒地说成金山。要不然说是小门小户出身呢，一个下人竟敢阻止宋小姐举牌，还敢对着唐家呼来喝去，买下这么一块破地，哼，荒谬！还敢教唆哲宇买下这块荒地，安的什么心啊？这丫头精着呢，只不过是一肚子坏水罢了。她就是想看着咱们唐氏集团拍下这块地，然后砸在手里，她就很开心。我没说错，这块地确实是个潜力股。哲宇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是想着捣乱。这块地，给我闭嘴！你还敢教唆哲宇去买下这块无人问津的荒地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我要好好跟你算算以前的账。我好心啊，给你赎罪的机会，没想到引狼入室。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让你和你爸把牢底坐穿。城西的地是一块涂着蜜糖的砒霜，虽然诱人，但是暗含着巨大的危机。越是有风险，越是要步步谨慎，不然的话，终将会被自己的贪婪给打败。井底之蛙吧，你懂什么是经商吗？城南的地看似一文不值，这只是表面，局势总是瞬息万变的。如果不能够精准预判，就只会步步落于人后啊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你这能听到什么呀？嘿，我在听孩子的心跳呢。隔着肚皮，你能听到吗？就算是我听不到他说话，他肯定能听到我说话呀。啊，是吗？哎，儿子，你是我们唐家未来的继承人。唐家能够走到今天，全凭着你爸爸审时度势的能力呀。记住，越是巨大的冒险，越是要步步谨慎，要不然终究会被自己的贪婪打败的。同样，局势呢也是瞬息万变的，如果不能做到精准把握，那么只会步步受制于人。记住了，儿子啊！像，太像了。他刚才侃侃而谈的样子，活脱脱是青山年轻的时候啊。干妈，干妈，干妈！啊，怎么了？你还不管管哲宇？
王晏殊这个死丫头就是仗着哲宇喜欢她，非让哲宇拍下城南那块荒地。这生意场上的事儿怎么能如此儿戏呢？是啊，这丫头根本没青山的本事，就算碰巧说了一样的话，也不过是巧合罢了。我怎么能看着她在这里胡闹？哲宇，你可是唐氏的继承人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不能拎不清啊，不能被这个丫头牵着鼻子走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如果城南的地没有人竞拍，那么本次的拍卖会到此。慢着，我要竞拍城南的荒地，出价10亿。唐总，您确定要花10亿的价格买下城南这片荒地吗？我确定。好的，恭喜唐总以10亿的价格买下城南的荒地。哲宇，你是疯了吗？你被这个野丫头迷得找不着北了，竟然拍一块破地，你干什么呀？种菜吗？我相信晏殊。这小唐总莫不是脑袋有问题，竟真的听了一个下人的话，拍下了这块荒地，日后啊要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了。这小唐总就没发现，根本就没人跟他竞拍这块地吗？谁会买呀？哼，谁不知道这是块垃圾？这块荒地砸手里，就像个烫手的山芋。这下人可真是个害人精。王晏殊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忍受你，没想到你不识抬举，在这儿给我蹬鼻子上脸。唐家还有整个京都容不得你。今天我唐氏集团宣布，全市封杀王晏殊。你今天就给我滚出京都！晏殊，晏殊，爸，你醒了。爸知道，是唐家的人在为难你，爸来给你撑腰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要帮富贵再次发誓，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女儿抚养长大的。他竟然是25年前的那个人，他是哲宇的爸爸，那王晏殊才是我的女儿。什么时候农民工也敢来参加拍卖会了？赶紧滚，别脏了这里的地毯！你们不许欺负晏殊，晏殊没有说错，城南马上就要成为京都的经济特区了。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特地为了这个贱丫头回来捣乱的吧？你之前大闹唐氏集团怎么说？怎么，现在一觉醒来又打算大闹拍卖会呀？我不是故意来捣乱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真的是真的，10分钟之前刚刚发布了新闻。什么？城南的地竟然真的要规划为经济特区了？怎么会一点风声都没有？城南这块地方不日就会成为京都新的商业中心，那可是寸土寸金啊！小唐总刚刚只花了10亿就拍下了这块地方，谁说不是呢？竟然还真让这个丫头给说中了，有2把刷子。不可能！小唐总刚刚只花了10亿就拍下了这块地方，谁说不是呢？竟然还真让这个丫头给说中了，有2把刷子。不可能！我的消息怎么可能是错的呢？明明城西才是京都的发展中心，怎么朝令夕改，一夕之间变成城南了呢？本就应该如此。你说你在这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可你却把精力全部放在了收集各种小道消息上，你失去了做商人最基本的判断力，忽略了做生意的本质。这宋小姐也真是的，亏得是那女孩拦着，不然的话，这宋小姐真就花150亿拍下晨曦那块地了。唉，真是瞎指挥。我看呐，她就是个花瓶，哗众取宠罢了。不过，那个唐家拎包的小姐倒是挺有先见之明的。没有金刚钻就少揽自己活。这回宋小姐啊，可把自己害惨了，就是差点把小唐总变成冤大头了。干嘛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。你要干什么？原来是你，竟然是你！夫人，您又想干什么？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为难你了。之前是我对不起你呀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女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妈！
于找到你了。夫人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一直和我爸爸相依为命。严叔，你是我的女儿啊，你是我和唐青山的亲骨肉啊。妈，您开什么玩笑啊？那晏殊跟我岂不是兄妹了？夫人，晏殊是我和我老婆的女儿，她怎么就成了你的女儿了？当年因为一些不得已的事情，我走投无路。那个时候，唐家正需要一个男孩作为继承人，所以我就是抱回唐家的那个男孩。我没有办法把晏殊和王富贵的孩子调换了。晏殊跟着王富贵回了家，而我带着王富贵的儿子，也就是哲宇，回到了唐家。我是王叔叔的儿子。夫人，你肯定是开玩笑的吧？晏殊和我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她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女儿呢？妈，那您是怎么知道晏殊是你女儿的？我记得当时我把你们俩调换之后，我就想着我有朝一日一定要找回我的女儿，所以我清楚地记着这张脸。晏殊手上的花瓣胎记是他生下来就有的。的确如此，的确如此啊！当年我老婆难产，我匆匆赶到医院时，她已经气绝了。小叔就躺在她的身边，手腕上正是这花瓣状的胎记。你才是我的妈妈。好孩子，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你真的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是啊，到妈妈这边来，妈妈一直在找你呀。哎，宋小姐，你这是鬼鬼祟祟的上哪儿去啊？怕不是觉得丢人，没脸待在这里了不成？我干妈，你还敢叫我干妈？我没有你这种心机深重的女儿。你处心积虑的误导我，想要李代桃僵的，你的心肠怎么那么狠呢？宋小珍，干妈，我一开始并不知情的，我也是后来才鬼迷心窍的呀。什么？宋小姐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难怪她这样针对我。可为什么您会认错呢？这个就要问问宋小珍她自己了。你这个花瓣胎记究竟是怎么来的？我当时看到这个花瓣胎记的时候，本以为宋小珍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没有想到这个女人满嘴谎话，千方百计的想进我们唐家。干妈，误会呀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我从来不知道严叔姐姐的身份，我又谈何处心积虑呢？是吗？其实你早就知道严叔的身份，在医院给青山输血的时候，种种端倪我都当是巧合。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呢？宋小珍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为了荣华富贵，你不惜夺走属于晏殊的一切，你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为了你，我处处针对，凌辱我亲生女儿，来讨负你这个处心积虑的白眼狼。这宋小姐看样子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却长了一副黑肚肠。唉，让唐夫人骨肉分离，心安理得的鸠占鹊巢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唐夫人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去弥补自己的亲生女儿，
却反而被他引导，伤害了自己的亲骨肉。不是的，干嘛？干嘛？我真的错了，我只是一时想不开了呀，干嘛？错了就是错了，从一开始就知道错了，何必现在假惺惺的来悔改？从我这得到的好处，我全部收回。从今往后，真跟我恩断义绝！妈，你给我走！李秘书，李秘书，怎么了？李秘书，唐总醒了啊！唐总家属呢？快去把家属叫来。哦，好。李秘书，唐总，唐总，您终于醒了。哦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慢一点，唐总。您哪还有不舒服吗？我记得有工人到唐氏集团闹事儿，我昏过去多少天了？您这次真的是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，只不过是昏过去了1周，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呀。风尘话就别说了。我夫人和哲宇呢？您昏过去的这些天，少爷为了唐氏集团忙前忙后，今天和夫人一起参加了您之前打算的拍卖会，这会儿应该是估摸到家了。什么？不好，那种潘大河水太深，这资历尚浅，我怕他吃亏。李秘书，赶紧联系司机，回趟家，得赶紧了解情况，快呀！好，快，好嘞。叶叔，来，坐下。叶叔啊，这么多年，让你在外面受苦了，妈以后啊会好好补偿你。什么？秦山，你醒了，秦山。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女儿？秦山，晏殊其实是你和我的女儿，我10月怀胎生下的晏殊，并非是哲宇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啊！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让你接受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秦山，我当年生下晏殊后，医生说伤了身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能生育了，所以我为了唐家继承人一事，就把哲宇和晏殊调换，所以这闭嘴！说到底，这都是一己私欲，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把自己亲生的孩子跟别人调换，让他流落在外整整25年。他也是我的孩子，你让我替别人养了25年的孩子，整整25年呢！啊！爸，是我占了晏殊的位置，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。我愿意和晏殊换回来，让一切都回到正轨。你愿意回到我们唐家吗？你既然是我们唐家的女儿，是我唐青山的血脉，就自然应该回到唐家继承家产。至于以前的人和事儿，就彻底断了吧。晏殊，答应个晏殊。爸爸，晏殊，秦叔、晏殊不能接受，我不能抛弃我的养父，更不能割舍他的养育之恩。您永远都是我的爸爸，请原谅晏殊不能承怀膝下。够了！好，既然都这么不想待在唐家，行，滚！都给我滚出唐家，永远都不许回来！滚！晏殊、哲宇、青山，怎么着？舍不得是吧？好，你也走，走啊！你跟他们一块走，走啊！
宋小姐，怎么样？这次在拍卖会上出尽了风头吧？我马文才的消息是不是最厉害？你个废物，你还敢说？宋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他妈给个什么破消息？不仅让我在拍卖会上丢尽脸，还阴差阳错的让张婉晴知道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发现了王彦书才是，还将我赶了出来。什么？之前说好了100万，100万？你还敢提100万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。他现在把我的卡提了，别说100万，10万我都拿不出来了。你他妈的小婊子，没钱你跟我说什么？我在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，没钱你让我拿什么还？我是为了钱才给你几分好脸色的，没钱你他妈我出去卖啊！我给你条件，我也白把你放手。请坐。在家里啊，是浅陋了些，让夫人见笑了。您别这么说，我已经离开唐家了，哪还算什么夫人？哦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去啊。谢谢。妈，您何必跟着我们一起离开唐家呢？我现在最牵挂的呀，就是你们这2个孩子。你们走到哪儿，我自然就要跟到哪儿。特别是晏殊，我这个当妈的，缺席他生命里太多年了，亏欠他很多。如今他回到我身边了，我自然呀，要好好陪着他。妈，哎呀，妈，咱们现在离开唐家，都成无业游民了，这以后怎么生活呀？总不能一直赖在爸这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们呀就放心在我这住着就行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养尊处优的活了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该自力更生了。粥放这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早餐店就开业了。我们白手起家开始创业，我相信天道酬勤，我们一定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。好的，晏殊老板，那你让我们给你打下手，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我去吆喝。哲宇，你来煮粥，昨天教你的你都学会了吗？当然。妈，那你去收钱。好。卖早餐了，卖早餐了，过来看一看新鲜的早餐。卖早餐了，看你们这3位也不像是卖早餐的小贩啊。没错，特别是那个收银的女士，看起来倒像个贵妇。你们这是卖早餐的吗？靠谱吗？各位，英雄不问出处，我们的手艺怎么样，各位要尝过才知道。本小店今天刚刚开业，来买早餐一律赠送1个茶叶蛋，欢迎各位前来捧场。赠送茶叶蛋，这活动还不错哎。那你给我来1碗粥和2个包子吧。好。来，你的粥和包子。那我也要1杯粥1个鸡蛋吧。哎，好嘞。这位顾客，你需要点什么？几天不见，你们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！唐总，这是前些日子您住院治疗的时候，少爷在拍卖会上。住口！他算什么唐家的少爷？这是前些日子少爷在拍卖会上拍下的一块地。就他那德行，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。说吧，那小兔崽子在拍卖会上又亏了多少？少爷在拍卖会上拍下了城南的一块地，现在这块地被划为了经济特区，收入非常可观的。京都所有人对这块地都盯着，虎视眈眈。哦，竟有此事？哼，这小子！据说这块地啊，是少爷的女朋友，也就是晏殊小姐执意要拍下的。这次多亏了晏殊小姐，要不是她，咱们集团肯定不会以这么低的价格拿下这块地。哎，继续说。唐总，在您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少爷为了集团确实是尽心尽力，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在这儿帮他们说好话了。唐总，您看什么看呢？走吧，
去看看他们。哎，好嘞。这不是王晏殊吗？我隔着老远啊，就闻到了一股子酒香味。我当是谁呢？怎么，你没有成为唐家的大小姐，也没有成为唐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，而是在这里摆摊卖起来破烂早点啊？如果你觉得我们这里的味道大，那你可以离我们的摊位远一点。哎，我偏不。你现在就是一个卖早点的，怎么不欢迎我这个大客户啊？那请问你需要点什么？别催嘛！都说了，顾客是上帝，顾客是上帝，就是这么对待你们上帝的。宋小珍，你要不买早点，就从我们早餐摊消失，杵在这儿影响我们做生意。哎呦，你们怎么也陪着这个贱人沿街叫卖了呀？若不是那个老女人做了那些勾当，被唐总发现了，然后你们全家被一起赶出了唐家。你把嘴巴放干净点！你个贱人，你有什么身份教育我？妈，你这个老女人，还以为自己是唐家的夫人呢。以前对你毕恭毕敬，那也是看在唐家的份上，现在还敢对我呼来喝去的。你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以前假装善良可爱的来欺骗我，私底下你就是这副嘴脸，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只不过想做唐家的女主人，谁想做你的女儿啊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，也敢这么和我说话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哪里来的泼妇？连我们唐氏集团的唐总都不认识？唐青山？没大没小。我刚才听你说，你要教训谁？我只是教训一个冒犯我的小贩罢了。小贩？一位是我夫人，一个是我儿子，还有一个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你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啊？敢在当街为难他们啊？唐总，您不是已经将他们赶出唐家了吗？哼，是吗？难不成是我亲口告诉你的，或者是你看到了？没有，那就是我误会了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你在这大闹一番，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唐总，都是我误会了，我真的无意冒犯。怕硬的丫头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，滚！还不快走！怎么着，认不出我了？您怎么来了，爸？我就不能到这儿来看看你们了？青山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。爸，您原谅妈妈了。我有什么可和你们计较的？我呀，就气你妈妈，什么事都不告诉我，还一个劲儿的把我蒙在鼓里这么久。青山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好了，说来啊，也是真巧，哲宇找了个女朋友，她竟然是我流落在外这么多年的亲生女儿。别说了，跟爸爸回家吧。爸，那你还要哲宇吗？哲宇他是真心把您当成亲生父亲的。想什么呢？我也是真心的把哲宇当成我自己的亲生儿子。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孩子，爸爸不会偏心的。青山，太好了，只要两个孩子感情好，喜上加喜，终归我们是一家人。婉琴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了。如果这两个孩子结婚了，你说你让哲宇是叫我爸爸还是叫我岳父啊？你让晏殊是叫我公公还是叫我爸爸呀？青山，只要两个孩子开心，叫什么都无妨，无妨。哎呀，好了，李秘书，吩咐下去，对哲宇还有晏殊举办一场订婚宴会，我要在这个订婚宴上当众公布哲宇和晏殊的真实身份。好嘞。岂有此理！被唐总赶出了家门，还有被他亲自请回来的道理。王晏殊，你给我等着！
我一定要让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老王，这一次咱们可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。恭喜恭喜！好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恭喜恭喜啊！欢迎，那边请。谢谢。这晏殊啊和真宇订婚的日子，这喜上加喜啊！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不管是晏殊还是哲宇，都是好孩子，只要他们俩过得幸福，我呀就放心了。我老婆泉下有知，就开心了。你们说这哲宇跟晏殊结婚后，他们两个是出去住呢，还是要住在唐家？其实我倒是觉得呀，在唐家更好。哎呀，我缺席晏殊的陪伴25年，是时候给他补上了。自作多情，人家小两口新婚燕尔的，谁和你一个糟老太婆住一块啊？是吧？我懒得和你拌嘴了，我上去看看他们两个准备的怎么样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个礼服啊挑了好几天呢，这晏殊穿上啊一定很漂亮。哎，回来，你呀就别一天到晚的瞎折腾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我们今天呢是来见证咱们孩子的幸福，为咱们孩子祝福的。对，你们俩聊哈。行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这次保证万无一失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，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我不仅要和哲宇订婚了，还有了妈妈和很多爱我的家人。晏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等会儿啊，宴会就要开始了，你今天啊才是宴会的主角。好，知道了，妈妈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说呢，晏殊？因为你我失去了一切，本来唾手可得的东西，现在通通都是你。你说，我该如何收拾？救命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发出任何声音。你如果敢发出一个声音，我倒要看看是我的手快，还是我的刀快。听明白了？你也别怪我心狠手辣了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断了我的财路，我才会被唐氏集团赶出来，否则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求财吗？我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。算你这个死丫头聪明一回，你没有钱，可唐氏集团有钱。如果你们拿到想要的钱，就会放过我吗？你放心吧，虽然我恨你恨得想把你扒皮抽筋，但是谁会和钱过不去呢？只要我拿到想要的钱，我就会放过你。你出去望风吧。张嘴。别耍花招。哎呦，你还真别说，你们两个的身形还真挺像的。哼，不看脸的话，这根本看不出来不是一个人呢。这死丫头哪配穿这么好的衣服？这业绩就是业绩，就算插上了几根羽毛呀，也变不了凤凰。你就别叫唤了。我既然要向唐家要钱，自然是以你的身份更为的方便。在此之前呀，你还是乖乖的留在这里为好。晏殊，准备好了吗？晏殊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嗓子有些不舒服。哦，如果实在不舒服的话，我帮你叫个医生吧。不必了，我在换衣服，很快就好。你在门口稍等我一下。好。还挺识趣的。
咱们走吧，爸妈都等着急了。哎，你怎么戴了个面纱呀？我刚刚脸上有点过敏，所以不方便见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等宴会结束了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声音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嗓子不舒服。你果然不是晏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跟他太熟悉了，你一出来我就知道你不是他。况且他从来不在意自己的眼光。说，你把他弄哪儿去了？你这么肆无忌惮，就不怕我报警抓你吗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早就被那马文才卖到深山老林去了。你要是敢抓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他的下落。又想骗我？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就算你们把他控制起来，也不可能把他从这里带出去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送到警察局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们俩把宴会厅好好找找，就算把宴会厅翻过来，也要把他找到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少爷，整个宴会厅都翻遍了，还是没有见到晏殊小姐的下落。怎么可能啊！你们俩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哪儿？在化妆间。晏殊，晏殊，晏殊，你在这儿。晏殊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晏殊，你放心吧，他已经被我抓起来了，没人再害得了你了。哲宇，小心他有同伙，小心他有刀！快走！这就是你的未婚妻？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你没事吧？让我们有请王晏殊女士、唐哲宇先生。